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言辞拥有着非凡的力量，它能够塑造我们的现实，影响我们的情感，并将我们与他人联系在一起。口头的表达，尤其是说出的话语，具有独特的力量。它们既能建设，也能够摧毁，既能够激励，也能够泄气。在宇宙的开始就有了言辞，话语是由振动和声音构成的，这些振动塑造了我们周围的现实。话语是我们宇宙、我们生活和我们现实的建筑师，没有话语，思想就无法转化为现实。历史上这一理念在圣经中有所体现，上帝的话语要有光，于是光就存在了。从这个当中，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的话语和语言是塑造现实的工具，那么它们就是我们最强大的资产。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应该更加谨慎地选择我们的话语，塑造最好的现实。真正的力量可能存在于我们的言辞中，我们的语言大胆地肯定我们内心的想法，并表达出我们对他人、生活以及对自己的看法。这种通过语言进行的令人信服的肯定，使我们的思想变为现实。但是在社会中，我们经常分享我们的不幸和问题，本质上是给予我们对事件、人和自己的看法以及言辞，从而将它们带入现实。当我们向别人抱怨生活时，实际上是在塑造负面的言辞，使它们不仅成为我们的真理，也成为那些听到的人心中的真理。考虑到这一点，不妨回过头来问一问自己，你真的想要向自己和周围的每一个人确认你在爱情上的不幸福，在事业上的不成功，感到痛苦或者无聊吗？既然你明白这些话语正在塑造你的生活，那我们就要有意识地选择我们的言辞，在描述自己和生活时，保持更高的觉察性，避免使用像不能、不应该、不会、不可能这样的词语，因为它们会使你失去力量，阻碍你创造你想要的生活。作为自己的宇宙建筑师，你的话语具有影响力，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即将使用负面的词语时，就要重新的编辑，并使用更积极的语言来影响你的世界。比方说，与其说我不够健康或者我超重了，不妨积极地表达为我正在变得更加的健康，每一天我都在接近我的理想体重。内维尔·戈德曾经说过，上帝和人类的想象力是一体的，我们周围的世界只是我们意识的物理体现。简而言之，物质世界是你不希望的生活经历的物理证据，不仅仅是负面的事物和思想的证据，其中还包括负面的信念。吸引力法则很有效，但它有一个潜在的问题，那就是只要你相信自己正在追求某件事情，那么它可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但如果你把自己视为宇宙，你如何与你想要的东西分离呢？你不能追求它，只能拥有它。如果你的想象力塑造了物质世界，它必然会按照你的意愿进行塑造，但前提是你的想象力和意愿是一致的，这就是假设的作用。我们需要以我们想要的部分，并且知道它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来对待我们的方方面面。我们的感官可能会与我们争论，但如果你坚持下去，它就会变成现实。这意味着我们的感官和世界将会同意，最初只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事物，现在已经成为了生动的现实。正面的言辞，以肯定的方式，可以显著影响我们的自我认知和动力。当我们不断地告诉自己，我是有能力的，我是坚强的，我是有韧性的，这些断言可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，并推动我们朝着目标前进。
相反的，负面的自我对话可能会强化自我怀疑，阻碍个人的成长。肯定是一种简单但是有效的工具，可以利用言辞的力量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引发积极的变化。通过有意识的选择说出鼓励和自信的话语，我们可以重新塑造我们的态度和行为，让生活更加的充实。用最强大的2个字“我是”来肯定你是谁，你的梦想、希望和成功。这2个简短但极为有力的字，应该被认为是你整个词汇中最珍贵的词语。当我们说我是胖的，我是懒的，我很害羞，或者说我是美丽的，我是自信的，我是成功的，我是幸福的，这正是你为自己创造的真相。你所说的话语是否有任何的真实性都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你知道如何选择这些词汇。这是你为自己定义现实的方式，为什么不为自己选择更高的表达方式呢？通过以积极的肯定语开始每一天，以我是这2个神奇的词语开始，提醒自己你是谁，以及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当我们抱怨、表达焦虑或使用伤人的言辞时，根源往往来自于恐惧。要克服这一点，第一步是要更加自觉地关注我们使用的词语。下一次你要抱怨或是批评时，问一问自己2个重要的问题： 1.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？ 2. 这将如何使我更加快乐呢？通过问这些问题，你可能会意识到你是在从恐惧的角度说话。这种恐惧可能与不觉得足够好、处在错误的关系或者职业等问题相关。最重要的是，表达这些恐惧不会为你的幸福做出贡献，而只是会加剧它们。所以在选择言辞时，要有勇气、有意识、有同情心，始终从爱的角度、爱自己、爱生活和爱他人的方式说话。你的言辞塑造着你的世界，所以明智地使用它们。言辞不仅是对你思想的反应，它们也是你内在状态的镜子，为你的潜意识心灵和周围的世界提供了洞察力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在内心对自己和你的愿望采取一种充满爱的态度时，培养同情心和自爱，你的言辞就会为你描绘出你憧憬的理想版本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对爱的一致性就会产生积极而令人愉快的结果。另外，你说的话语在你个人的经历之外也会产生涟漪的效应，它们在集体意识中累积，不仅仅影响你的生活，还影响着你周围人的生活。当集体假设法则得到了集体应用时，它可以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。比方说，面临财务挑战的人们的对话，往往是围绕着贫困和限制，而那些享受繁荣的人则倾向于关注金钱和扩张。这并不是在进行批判，两种存在状态都是人类经验的重要表达。想要在生活中带来积极的改变，就需要通过采取不同的言语方式来优化我们的内心对话。通过在内在的世界中选择一种不同的说话和生活方式，我们可以迅速改变我们的外部现实。一个人的话语可以揭示出许多关于他们的信息，既是对他们内在状态的物理反应，也是对他们潜意识心灵和周围世界的宣告。因此，对话中保持觉察变得至关重要。对你的言辞进行审慎的选择是必不可少的。将你的内在对话与爱的频率保持一致，因为这会逐渐塑造你的外在沟通。在我们的言辞中，我们是创作者，也是塑造者，是共同创造现实的合作者。让我们用更好的方式来使用这个非凡的工具，创造出充满爱、积极向上的生活。愿我们的言辞成为连接彼此的桥梁。
激励和启发他人，共同营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祝愿你在充满爱的言辞中创造出美好而丰富的生活。感谢你的聆听。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更多的想法或分享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感谢你的陪伴，我们下期见，满满的爱与祝福。